你以為恐龍滅絕的真正原因是被一顆從天而降的隕石直接砸死的？錯了，其實導致它們滅絕的原因遠比你想象的要恐怖10000倍。現在請大家坐穩扶好，讓我們穿越回白堊紀末期，一起揭開這場浩劫的真相。此刻我們已然置身于6600萬年前的白堊紀末期，腳下是茂密的裸子植物森林，空氣中彌漫着潮濕的氣息，遠處不時傳來巨型恐龍的嘶吼。這片土地正處於龍的王朝最後的輝煌時刻。或許你很難想象，這樣一個統治地球長達1.6億年的龐大族群，會在短短數萬年之內徹底從地球上銷聲匿跡，只留下深埋地下的化石，成為後世探尋真相的唯一線索。恐龍的滅絕從來都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偶然事件，而是小行星撞擊與火山活動雙重夾擊，最終引發全球生態徹底崩潰的必然結果。這也是地球史上最具毀滅性、最具影響力的一次生物大滅絕事件。約75%的地球生物都在這場浩劫中永遠消失。據推測，撞擊小行星的直徑約10公里，威力相當於100萬億噸 TNT 炸藥，比人類歷史上最大氫彈爆炸強100萬倍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這場撞擊並沒有直接砸死所有恐龍，真正致命的是它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。撞擊瞬間產生的高溫高壓，直接引發了全球範圍的大火，漫天濃煙塵埃，再加上硫酸鹽氣溶膠一起衝進了地球大氣層，像一層厚厚的幕布，長期遮蔽着太陽光線。這就形成了持續數年甚至10幾年的撞擊冬天，全球氣溫一下子驟降了15攝氏度以上。不管是陸地上的植物還是海洋裡的浮游生物，光合作用都徹底崩潰了，大量植物枯萎死亡，整個全球食物鏈從最底層開始徹底斷裂。最先遭殃的就是食草恐龍，它們體型龐大，每天都要吃掉幾百公斤的植物。面對植物大面積滅絕的絕境，它們只能在飢餓中苟延殘喘，到最後大批量的走向消亡。而那些以食草恐龍為食的食肉恐龍，在獵物急劇減少後也陷入了絕境，要麼互相廝殺搶奪僅存的食物，要麼因為長期饑荒吃了腐爛的屍體中毒慢慢死去。更致命的是，撞擊還引發了紫外線輻射暴增，再加上食物鏈斷裂導致的營養缺失，恐龍蛋的孵化率急劇下降，很多恐龍蛋的蛋殼變得異常脆弱，根本無法孕育出新生代恐龍，這也最終導致了恐龍徹底絕後。除了小行星撞擊這個核心原因，印度德干暗色岩的長期火山活動也為恐龍的滅絕埋下了隱患。在小行星撞擊前後，德干火山持續噴發了數十萬年，釋放出了巨量的二氧化碳、二氧化硫等氣體。其中，二氧化碳導致全球長期變暖、海洋酸化，而二氧化硫則引發了短期降溫，還形成了大量酸雨。這些環境變化一步步削弱了地球生態系統的韌性，也讓恐龍等生物在後續撞擊的致命打擊下變得更加難以生存。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，並不是所有恐龍都徹底滅絕了。獸腳類恐龍中的一只鳥類恐龍，因為體型小巧、食性靈活，能夠以種子為食，熬過了漫長的寒冬，再加上它們具備飛行能力，可以遠距離遷徙，尋找到合適的生存環境，所以最終幸存了下來，並且慢慢演化，变成了我們如今看到的各種鳥類。除此之外，像鱷魚、龜類等爬行動物，因為它們代謝緩慢，還能冬眠，就算幾周不吃東西也能存活，所以也僥幸躲過了這場浩劫。現在我們穿越回現代，回望這場跨越6600萬年的生態浩劫，不難發現，恐龍的滅絕相當於地球生態系統的一次徹底重啟。它終結了爬行動物的霸主時代，也為哺乳動物的崛起掃清了障礙。在恐龍滅絕後，原本體型微小，只能在恐龍陰影下生存的哺乳動物迅速輻射演化，填補了恐龍留下的生態位，最終慢慢演化出人類，也塑造出了如今人類主宰地球的格局。